安娜，我今天的很棒，我把自己推到了极限了。约翰，听起来很激烈。你有期望间保持动力的秘密吗？绝对可以。帮我保存动力的一件事是设定具体的，它给了我一些值得努力的地方，让我保持专注。这是个好主意。你如何追求自己的进步度？我使用手机上的健身应用程序来跟踪我的进度，并监控我的进度，看看我已经走了多远，真的人很有帮助。我也应该试试。顺便问一下，你可以在家里做的运动有什么建议吗？当然，卧床、深海和步步等体重运动不是错的选择。你也可以试试瑜伽或者普拉提来强化灵敏活性和力量量。谢谢你的建议，我会试一试的。你有什么建议可以避免在受伤害之间吗？重要的是要倾听自己的身体，不要让自己过去。运动前要热身，并最终使用正确认的形式以防受到。我会记住的。顺便问一下，你是遵循任何特定的饮食来补充一下？我尽量均衡饮食，多吃水果、蔬菜、肉蛋白和健康脂肪，它可以帮助我补充能量并更快的恢复。这是有道理的。我也会努力选择更健康的食物。谢谢你的提示音。不客气，你还有其他关于健身的问题，请随时提问，我一直是来帮忙的。第二课，寻找完美的宠物床。安娜娜你好，我得给我的狗换一张新床，你看到了宠物床了吗？约翰，是的，我遇到了一些不错的宠物床选择。太棒了，我想确认一下我的狗的感觉很舒服。有各种各样的类别的宠物床可供选择。你的狗有多大？我的狗是中型变种，我知道有一张有足球的床是理想的。你考虑过买一张形状床吗？它们是关节提供额外的支出。这是个好观看，我的狗变老了，所以我觉得形状床可能有好处。我还见过一些带记忆海绵的垫床，它们非常舒适，非常毛茸茸的。听起来很完美，我希望我的狗有一条柔软的睡眠场所。另一种选择是高架床，它可以让狗远离地面，并提供空气流通。这可能很有用，尤其是在热的天气里，我会记住的。别忘记了床的可洗性，狗有时间会变得混乱。绝对可以，一张带有可用的床和可清洗床的床会很方便。我也见过一些带防水的宠物床，它们非常适合意思外漏或泄漏。这是个不错的功能，这将使清洁变形变得更容易。
你可能还需要检查床底是否有防滑或防滑材料。这是个很不错的建议。我不想让我的狗在床上跳床滑去滑去。考虑之后，设计和美学，你想让床很适合你的家居装饰。确实，如果有一张能和我一起完成我的宠物床，那就太好了。我会给你发一些关于宠物床的链接，我和推荐，你可以看看。谢谢，谢谢你正在寻找我想要的帮助和专业知识。不客气，我很乐意让你提供帮助。让我们确认你的狗睡个好觉。绝对可以。我的毛茸茸的朋友理应得到最好的待遇。再一次感谢。第3课，健身和早餐。安娜，你去我们公寓大楼的健身中心了吗？嘿，约翰，是的，我去过那里几次，真的很不错。太棒了，我一直在开始身体之中。你有什么建议吗？当然，首先，从一些简单的运动开始，比如在跑步机上散步或者慢一点，这是提高心率的好方法。这听起来可行。我应该去一次多久吗？目标是每周1至少3次开始。当你变得更舒服的时候，你可以逐渐增加频率。好吧，我来试一试。顺便说一句，我听说健身中心还提供团队课程，你试过了吗？是的，我上过了几堂课，他们有瑜伽、尊巴舞，还有感受单车的感觉。这是一种保持 active prom 的有趣方式。这听起来很有趣，我一定会检查的。我听说他们在俱乐部会所里还提供免费早餐，你试过了吗？是的，我有。早餐的分量很棒，他们有多种选择，比如新鲜的水果、麦片、糕点，还有就是现实的做煎蛋卷。太棒了！如果我们有任何偏好或饮食限制措施，我们是否应该警告知情管理层？绝对可以，他们非常乐于助人。只要让他们知道任何特定的饮食需求量，他们就会对他们的需求感到满意。很高兴知道，我一定要告诉他们我的偏好。谢谢你的建议。第4课，购物清单。嘿，安娜，我需要稍后再去杂货店购买物品。你还有什么特别要说的吗？约翰，好吧，我一定要把它们拿出来了。你有什么特别想的吗？你不可能带点新鲜水果，比如苹果果、香水盒子吗？当然，我会把它们添加到清晰度中。你还需要制作部分的吗？是的，我们的蔬菜不多了。你能买点西兰花、胡萝卜和菠萝菜吗？已注意到，又定要给你买新鲜的。还有别人的吗？
我们的鸡蛋和牛奶也用光了，你能拿1打鸡蛋和1箱牛奶吗？绝对可以，鸡蛋和牛奶是必不可少的，我定会给你买的。谢谢。还有一件事，我们需要一些面包和花生酱。没问题，我会把面包和花生加到清单上。有任何特定类的面包或品牌的花生吗？只要一条普通通的全麦面包，任何光滑的花都可以。明白了。还有什么我该添加到清单中的吗？我们可以用一些意大利面孔和意大利面孔作为快捷选择。好主意，我一定要去买你最喜欢的意大利面和1罐意大利面酱。谢谢，我很感激你在购物方面的帮助。这是我的荣幸，我很乐意提供帮助。你还需要什么吗？我知道目前仅此而已，如果还有其他事发生，我会告诉你的。再谢谢你。第5课 Substitution Point。安娜娜你好，我一直在考虑重新装修我的客厅，我想给它一个全新的面貌。约翰，这是个好主意。你没有想过自己想选择什么风格？我正在考虑一种现代和极端的简约主义者的想法，我想创造一个干净的整体。这听起来是个不错的选择。你考虑过了配色方案吗？是的，我正在考虑使用中性调色板，以墓地地形色彩作为点基。这可以创造一个很好的平衡。那家具呢？你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兴趣的作品吗？我正在寻找时尚实用的家居用品，我想既要舒适又时尚的单品。这很重要。照明在营造适宜的氛围方面也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你考虑过了吗？绝对可以。我计划混合使用自然光源和人造光源，营造出温暖人的氛围。听起来很可爱。添加一些艺术品或装饰品元素怎么样？我一定会考虑的。我认识为添加艺术装饰品可以作为空中带来个性的 net。当然，让自己的风格大放异彩很重要。你有什么不想的或者需要建议的吗？我不确定置身家具的最佳方式。我想最大限度地利用空中空间，并确认是良好的流动。你可以尝试在纸上放置不同的家居用品，也可以使用在线房间的规划工具，它可以帮你解决可视化不同的布局。这是个很不错的建议，我会试一试的。谢谢。第6课，笑的力量。安娜，我最近看了一个喜剧节目，太好笑了。约翰，这听起来很开心。笑真的是最好的药，不是吗？绝对可以。令人惊讶的是，开怀大笑能立刻改变心情，让你感觉更好。
这是真的。你有最喜欢的喜剧演员或喜剧电影吗？我是脱口秀喜剧的死粉丝，戴夫·查佩尔和艾米·舒默总是在让我大吃一惊。他们都是才华横溢的喜剧演员。我也喜欢看喜剧电影。过了轻松的夜晚，他们非常适合。当然，笑是放松身心和缓解压力的好方法。你试过了笑瑜伽吗？不，我没有。什么是笑瑜伽？这是一种将笑声练习与深呼吸相反结合，它在促进整体的同时，增强体感和增强积极性。这听起来很有趣，我一定会试一试的。微笑对我们的身体心脏健康产生了积极的极端影片。绝对可以，它也具有传染性。当你和他人分开享受欢乐快的笑声时，它会产生一种生机盎然的感受和快乐的感觉。我完全同意。笑声将人如何聚集在一起，并营造积极极端的氛围，这真是太神奇了。它也是社交场合中的绝佳破冰船。不错的幽默感可以帮你结交新朋友并建立人际关系。确实，共同的笑声可以打破机障碍，使对话更快更欢乐。微笑却是一门通用的语言，它跨越了文学和语言机障碍，拉差不多是人间的距离。我很高兴你喜欢它。笑声却是珍贵的一种礼物，我们应该拥有，并与他人分享。绝对可以，让我们永恒地找到笑的理由，传播快乐，这对我们的福有好处，让生活更有趣。第7课，天然杀虫剂。安娜，我最近在花园里遇到了一些害虫的问题。约翰，这可能令人沮丧。你试过使用任何杀虫剂吗？是的，我一直在使用印第安墨油等气体杀虫剂，而且效果很好。很高兴听我说，不管怎样起到驱虫剂的作用呢？印象油含有可除昆虫和害虫的化合物，它们是周末的喂养和繁殖期，使它们是远离植物的生物。这听起来很有效。你还尝试过其他天然虫剂吗？我还用过大喷雾剂和薄荷油，它们都是有害虫不喜欢的强烈劣气味。有意思，我不知道大和薄荷能除害虫。你是怎么做大喷雾的？很简单，你只需要压力一点就行了，然后它们就会和水混合即可。然而之后，你可以将其喷射到植物上，以防受伤害的虫子进入。这是一款便捷的 DIY 解决方案。那薄荷油呢？你怎么用它？你可以用水稀释薄荷油，然后将在花园周末的围绕下喷水。它是害虫的毒气剂。我一定会试试这些气虫剂。有化学农药的替代品真是太好了。绝对可以，天然虫剂对环境更有效，不会伤害有益昆虫。
这是个很大的竞争，保持生态系统的健康平衡很重要。你还有其他害虫防治小贴士吗？另一个提示是定期检查植物是否有受生物损坏的危害，早期发现可以帮我防范虫子。这是个好观看，积极极限主动可以使你的工厂免受重伤害。谢谢你分享受这些提示。不客气，我希望这些天然虫剂对你也有好处。您还有其他问题，请随时提问。第8课，坚守预算。安娜，又过去了1周，是时候审视我们的开支了。约翰，你说的对，我们的财务状况非常糟糕。我一直在记住我们的开支。太棒了，清楚地了解我们的资源今去向至为重要。绝对可以，它可以帮助我们做出明智的决定，并确认我们遵守守望预算。我同意，让我们来看看本周的开支，找到可以减的领域。听起来不错，我注意到了我们在外出就餐上花了很多钱，也许我们可以减少频率，在家里做更多的饭菜。这是个好主意，在家做饭不光能省钱，还能让我们吃得更健康。我还注意到了一些不必的冲动购买的冲动。在购买非必需品之前，我们应该更注意并三思而后行。你说的对，冲动性购买很快就会增强，我们应该会需要求置于需要求之上。绝对可以，区分我们真的需要的，而我们只是想的东西很重要。我们可以减去的另一个域名是娱乐乐，与其去看电影，不如在家里过电影之夜。这是个很不错的建议。我们可以在不花很多钱的情况下营造舒适的氛围并欣赏电影。我也是一直在考虑我们的日常开支，寻找更实惠的替代方案，例如改进更便宜的套餐或寻找更优惠的水电费。这是一种积极极端的思考。探测不同的选项并找到保存 parfum 总是一个好主意。我们还应该节省钱的设定切合实际的目标，因为我们的储备制定明了很重要的目的地。我同意，无论是度假、应急金还都是未来的投资，制止定目标标记都可以，激励我们保持正常。让我们确认保守预算，不管是追究彼此的责备主任，在此过程中，我们可以相互支持和鼓励。绝对可以，我们可以共同实现我们的财务目标，过上更有经济保基的生活。我很高兴你站在同一个页面上，让我们确认保优先需要的需求，减去不必要的开支，因为更光明的财务未来而努力。第9课，成为自己的最佳版本。安娜，我最近一次就是在反思个人成长和自我完全改善。约翰，这是个很棒的话题，不断努力成为自己最好的版本至关重要。绝对可以，
它使我们能够学习、成长并充实发掘我们的潜力。你想重点关注哪些领域？我想改进进度的一个领地域是我的通关技巧。我想成为一个更好听者，更有效。这是宝贵一个的目标。不错的通技巧在生活中的各位都至关重要，无论是个人还是职业。我认识到，提高我们的情感商家也很重要。理解和管理情绪，我们的情绪可以极大地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和整体的福感。我完全同意，情商可以帮我们同情他人，优雅而镇上的定地困难难得的情况。我想培育另一个方程是我的时间管理技能。能量确定的任务的优点先锋顺序，并有效地管理时间，将有助于我提高工作效率。时间管理的确是至关重要的，它使我们能够充当自己的日子，并实现我们的目标，而不会感到不知所措。我还想成为我保持健康的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心脏是长期成功和福音的关键。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需要优点先考虑我保健，以避免免疫精力尽并保持身体健康。我认识到，拥有成长中心的状态也有好处。相信我们的信学习和提示能量可以增强应变力和接纳受新战的意思。绝对可以。成长心态使我们能将折扣视作成长的机会，并不断地将自己推向 Course Row Rares。最后，我相信终身学习的力量。不停地搜寻知识并获得新技能，可以使我们的头脑敏感，并作为新的机遇开启大门。终身学习却认识是一个强者的工具，它使我们能够适应快速变化的世界，并在我们的个人和职业生存中保持重要性。我很高兴我们有同样的观点，让我们质疑我们的个人成长之旅，并在此过程中互相支持。绝对可以，团结起来，我们可以互相激励，成为自己的最佳版本，过上充实的生活。我很感受你能成就这段旅行的伙伴，让我们控制个人成长，发明我们的全部潜力。同样地，这是永恒学习、成长，成为最好的自己。第10课，探秘巴巴多斯美食。安娜，你去了巴巴多斯吗？我听说那里的食物很棒。你好，不，我没去过巴巴多斯，但我听他们说过他们的美味佳肴。有一天我很想尝试一下。巴巴多斯美食以其独角兽的口味和印度和英国美食的影片响应了微不足道。这听起来很迷人。如果我去巴巴多斯，一定要试试哪些传统菜单？必试的菜单是飞鱼，它是巴巴多斯美味的主食，通常和美味的味道一样的汁液一起油炸或蒸熟。飞鱼，这听起来很有趣。总之，我很乐意尝试一下全新的海鲜菜谱。你还应该尝试一下 Kuku， 这是一种由玉米面部和秋葵制成的传统菜单，它通常与飞鱼一起。
酷酷听起来很好吃，我喜欢尝试突出当地食材和口味的菜单。另一道受欢迎的菜单是 Concenter 粉丝派，它与通心粉丝和奶类似，但带有巴洋风味，通常会加入额外的香料和调味料。我喜欢通心粉和奶酪，也是 Bajan 版本，听起来像个好吃的变体。当然，在离开巴巴多斯之前，你不能不品尝他们著名的朗姆酒。这是一款清爽的热带鸡尾酒，由当地的朗姆酒和果汁制成。朗姆酒听起来像是体验巴巴多斯美丽海滩时享受的完美饮品。绝对可以。巴巴多斯完美融合了美味的食物、迷人的风景和充满活力的文化。对于任何美食爱好者和旅行爱好者来说，这听起来都是理想的目的地。我迫不及待地想有机会访问巴巴多斯，并品尝它所提供的所有美味佳肴。我也是。让我们确保将巴巴多斯添加到我们的旅行愿望清单中，尽情享受他们的美味佳肴。当然，探索不同的美食不仅是满足我们味蕾的好方法，也是让自己沉浸在一个地方文化中的好方法。我完全同意。尝试新菜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口味和体验世界。这里是未来的冒险和美食探索之旅，干杯！第11课，烹饪自制番茄酱。嗨安娜，我正在考虑今晚的晚餐做意大利面，我们应该做一个简单的番茄酱来搭配吗？你好，听起来很完美。自制番茄酱总是为意大利面增添美味。我们需要什么食材？我们需要成熟的西红柿作为基础，最好使用新鲜的番茄来制作浓郁而充满活力的酱汁。听起来很棒。我喜欢在烹饪中使用新鲜食材。我们还需要什么？我们还需要橄榄油来炒番茄，并增加酱汁的浓郁度，它是意大利美食的关键成分。橄榄油是我厨房的主食，我喜欢它独特的味道和烹饪的多功能性。我们还需要大蒜来增加酱汁的美味，它与西红柿完美搭配。大蒜是我最喜欢的食材之一，它为任何菜肴增添了很多风味。为了增强口味，我们可以添加一些草药，例如罗勒和牛至，它们赋予酱汁可爱的香气和浓郁的味道。新鲜香草总能在烹饪中有所作为，我喜欢它们如何提升这道菜的味道。我们不能忘记调味料，盐和胡椒粉对于平衡口味和带出番茄的天然甜味至关重要。调味料很重要，这一切都是为了找到适当的平衡点，让口味大放异彩。最后，如果你喜欢加一点热量，我们可以加入少许红辣椒片，为酱汁增添些微的味道。
我喜欢在食物里加一点辣味，少许红辣椒片会增添美味。现在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所有食材，让我们开始将番茄去皮，为酱汁做准备。将番茄烫干会使它们更容易加工。我会准备开水的锅的。番茄漂白后，我们可以将它们去皮切碎。同时，我将在平底锅里加热橄榄油，然后炒大蒜。听起来像个计划。当你炒大蒜的时候，我会负责去皮和切碎西红柿。大蒜变香后，我们可以将切碎的西红柿加入锅中，让它们慢火煮至分解并形成浓稠的酱汁。炒过的大蒜和沸腾的西红柿的香气让我垂涎三尺。我等不及要尝尝酱汁了。酱汁变稠后，我们可以加入香草搅拌，如果需要，可以加入盐、胡椒粉和少许红辣椒片调味。香草和调味料将为酱汁增添最后的色彩，并提升酱汁的味道。一切都很好的融合在一起。绝对可以。现在，让酱汁再煮一会儿，让所有口味融合在一起。然后，我们可以将其与我们最喜欢的意大利面一起食用。我很期待用这种美味的番茄酱享受美味的自制意大利面，这将是一顿令人满意的饭菜。确实，一起做饭和尝试不同的口味总是一种有趣而有意义的体验。第12课，保持活跃并应对压力。嗨，安娜，我最近感觉有点呆滞，他们很快就会让我们搬家，对吧？你好，我也希望如此。保持活跃对我们的身心健康都很重要。你是如何应对一切的？这很有挑战性，但我一直在努力将一些运动融入我的日常生活中。它可以帮助我缓解压力并清醒头脑。太棒了！运动是管理压力和改善整体情绪的绝佳方式。你一直在做什么活动？早上我一直在定期跑步，它能激发我一天的活力，提高我的工作效率。跑步是一种很好的有氧运动。我很高兴你找到了适合你的东西。你尝试过其他活动吗？是的，我也一直在家里使用自重运动进行一些力量训练，它可以帮助我增强力量并保持肌肉张力。这是个好主意。力量训练对整体健康很重要，有助于防止肌肉流失。我也应该把它纳入我的日常工作中。绝对可以。现在开始永远不会太晚。您可以从简单的练习开始，例如深蹲运动、俯卧撑和木板运动。我会试一试的。从适合我们体能水平的锻炼开始，这一点很重要。起初我不想把自己逼得太厉害。这是一种明智的方法。倾听你的身体，随着你变得更强壮，逐渐增加强度，而且不要忘记在每次锻炼前热身。热身对于防止受伤至关重要。我一定要把它包括在我的日常锻炼中。顺便问一下，
你试过任何在线健身课程吗？是的，我一直在关注一些在线锻炼视频，他们提供指导和多样性，让我的锻炼变得有趣。这听起来很有趣，我也会研究在线课程，即使在家锻炼时也能有指导和社区意识，这真是太好了。绝对可以，在线健身社区可以成为动力和支持的重要来源，这是一种与其他有着相似目标的人建立联系的方式。确实如此，即使我们无法亲密在一起，也要找到保持联系的方式，这一点很重要。锻炼也可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体育锻炼会释放内啡肽，这是一种感觉良好的荷尔蒙，可以改善我们的情绪并减少焦虑。我亲身经历过，运动总能让我感到更加积极和充满活力，这是一种天然的压力缓解剂。令人惊讶的是，像移动身体这样简单的事情，能够对我们的心理和情感健康产生如此积极的影响。绝对可以，这提醒人们，照顾好自己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充满挑战的时期，我们必须优先考虑我们的健康。说得好，让我们继续将我们的幸福放在首位，保持活跃并在此过程中找到快乐。第13课，探索艺术品商店。安娜你好，我对我们的艺术商店之旅感到兴奋，探索并获得一些补给品会很有趣。你好，我也很期待。这家艺术商店总是充满灵感。你打算得到什么？我正在考虑买一些丙烯颜料和画笔，我想尝试画风景。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丙烯酸涂料用途广泛，易于使用。我打算为我的绘画买一些素描本和铅笔。速写本对艺术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这是捕捉想法和练习不同技巧的好方法。你还对什么感兴趣？我也想探索水彩颜料，水彩画的透明度和流动性营造出漂亮的效果。水彩画非常适合创作精致而有机的艺术品，它们具有独特的魅力。我也可以试一试。那太棒了！我们可以尝试并彼此分享我们的创作，这将是一次很棒的学习经历。绝对可以。分享我们的作品和接收反馈可以帮助我们成长为艺术家。你有任何特定的技巧或风格想要探索吗？我有兴趣学习更多有关墨水绘画以及钢笔和墨水技巧的信息，它们提供的精度和细节令人着迷。水墨绘制需要耐心和精度，但结果可能令人惊叹。我也对混合媒体艺术感到好奇，组合不同的材质和纹理可以创造出有趣的效果。混合媒体艺术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并鼓励了实验，这是打破传统界限的好方法。当然，艺术就是要表达和突破界限，这是一种在更深层次上与他人沟通和联系的方式。
确实如此，艺术具有唤起情感和讲述故事的力量，这是一种跨越障碍的通用语言。我完全同意，艺术使我们能够探索我们的创造力并发现新的视角，这是一段终身的自我发现之旅。第14课，活动中的社交活动。嗨，安娜，是的，我上周去过一个。你在参加的活动中遇到了有趣的人吗？你好，是的，我有机会与一些引人入胜的人建立了联系。社交永远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机会。你呢？当然，网络为新的联系和机遇打开了大门。我遇到了我所在领域的几位专业人士，他们分享了宝贵的见解和经验。太棒了！与志同道合的人建立联系非常好，他们可以提供指导和支持。你交换了联系信息吗？是的，我一定要和我认识的人交换名片。重要的是要在活动结束后跟进和保持这些联系。这是一种明智的方法。后续行动表明您对建立关系的真正兴趣。你有任何难忘的谈话吗？我与一位企业家进行了特别有趣的交谈，他分享了他们成功创业的旅程，这既鼓舞人心又激励人心。这听起来很神奇。向其他取得成功的人学习可以提供宝贵的见解并帮助我们成长。你讨论过任何当前的行业趋势吗？是的，我们谈到了行业的最新发展，并分享了对即将到来的趋势的看法。重要的是要随时了解情况并适应不断变化的格局。绝对可以。跟上行业趋势对于职业发展和保持领先地位至关重要。你参加过任何内容丰富的会议或研讨会吗？是的，我参加了几场以领导力和个人发展为重点的研讨会，这是提高我的技能和获得新视角的绝佳机会。太棒了！持续学习是个人和职业成长的关键。你参加过任何小组讨论或小组讨论吗？是的，我参加了一次小组讨论，讨论了我们行业的挑战和机遇。这是一次互动会议，观点各不相同。小组讨论为有意义的对话和思想交流提供了平台，这是获得不同视角和拓宽知识的好方法。你总体上喜欢这个活动吗？绝对可以。活动组织的井井有条，我离开时感到灵感和动力。参加这样的活动总能激发我对工作的热情。第15课，捕捉自然之美。嗨，安娜，我同意，自然是如此美丽，可以捕捉到。你有没有尝试过摄影来保存那些时刻？你好，当然，摄影是捕捉自然本质和美景的绝佳媒介。你有最喜欢的拍摄对象要拍吗？我特别被风景和野生动物所吸引，广阔的大自然和动物错综复杂的细节令我着迷。那你呢？我喜欢捕捉森林中光影的作用，
也喜欢在特写镜头中捕捉花朵的颜色。大自然为拍摄精美照片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太神奇了！光影的作用可以在照片中营造出神奇的氛围。你有什么拍摄完美照片的技巧吗？一个技巧是注意构图，以有趣的方式构图拍摄对象，可以增加照片的深度和视觉吸引力。此外，在拍摄野生动物或等待完美地照明条件时，耐心是关键。构思和耐心确实至关重要。重要的是要找到正确的角度和视角，通过照片讲述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你尝试过不同的相机设置吗？是的，尝试不同的相机设置可以产生独特的结果。调整光圈、快门速度和 ISO 可以帮助您实现所需的效果，更有效地捕捉自然之美。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了解不同的相机设置如何协同工作，可以提高你的摄影技巧。你有没有尝试过长曝光摄影？是的，长曝光摄影可以创造出令人惊叹的效果，尤其是在拍摄流水或星际时，它为图像增添了动感和戏剧感。你试过了吗？我涉足长曝光摄影，尤其是瀑布摄影，它创造的丝滑效果令人着迷。这是一种需要实践和实验的技术。你有最喜欢的摄影地点吗？我喜欢参观国家公园和植物园，它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自然美景和拍摄精彩照片的机会。探索新地点也可以激发创造力。你呢？国家公园确实是绝佳的地点。我还喜欢在海滩拍照，捕捉海景以及陆地和海洋之间的相互作用。大自然的元素为照片增添了深度和情感。当然，海滩为摄影提供了独特的环境，不断变化的潮汐、充满活力的日落和沿海景观提供了无穷的灵感。你有摄影之旅的计划吗？我计划下个月去附近的自然保护区，它以其多样的野生动物和令人叹为观止的风景而闻名。我很高兴能捕捉到那个地区的自然之美。你呢？这听起来像是一次激动人心的旅行。我计划参观一个以其令人惊叹的花卉陈列而闻名的植物园。我等不及要捕捉鲜艳的色彩和错综复杂的细节了。我们回来的时候分享我们的照片吧。当然，分享照片和交换反馈可以帮助我们提高技能，欣赏彼此的独特视角。让我们一起捕捉和庆祝大自然之美。第16课，睡个好觉。嗨，安娜，我今天工作了很长的一天，我可以用一些建议来睡个好觉。你好，我很抱歉听到这个消息。充足的休息对您的健康很重要。问题似乎出在哪里？好吧，最近我一直难以入睡，我在床上躺了几个小时，才终于可以分散注意力。这可能令人沮丧。你试过制定睡前习惯吗？是的，我有。
但这似乎没有多大帮助。我尝试过读书或听平静的音乐，但我的思维仍然在跳动。也许你可以尝试一些放松技巧，比如深呼吸或冥想，它们可以帮助你平静心情，让你的身体做好睡眠准备。这是个好主意，我会试一试的。你还有其他建议吗？你可以做的另一件事是创造一个有利于睡眠的环境，确保您的卧室凉爽、黑暗和安静。如果你很容易受到噪音干扰，也可以尝试使用白噪音机或耳塞。我一定会做出这些改变，希望他们能有所作为。顺便问一下，咖啡因和电子设备呢？好主意！你应该避免在晚上摄入咖啡因，因为它会干扰你的睡眠，而且最好限制睡觉前的屏幕时间，因为电子设备发出的蓝光会干扰你的睡眠周期。我没意识到，我会减少咖啡因摄入量，睡觉前避开屏幕。谢谢你的提示。不客气，我希望这些建议能帮助你睡个好觉。请记住，建立稳定的睡眠时间表和制定放松的就寝时间表是关键。我会记住的。再次感谢，我很感激你的帮助。第17课，探索大峡谷。嗨，安娜，你去过大峡谷吗？我听说它令人叹为观止。你好，是的，几年前我有机会参观大峡谷，这确实是一个自然奇迹。太神奇了，那是什么感觉？我只能想象这些景色一定令人难以置信。很难用言语表达，但是大峡谷广阔而令人敬畏，峡谷的庞大和深度令人难以置信，景色绝对令人叹为观止。哇，我只能想象站在那里把所有东西都拿进去。你徒步探索峡谷了吗？是的，我沿着峡谷边缘徒步旅行，有几条小径提供不同的视野和难度等级，这是让自己沉浸在峡谷之美中的好方法。这听起来像是一次难忘的经历。有没有什么特定的景点或观点让你印象深刻？当然，最受欢迎的观景点之一是南园，这里可以欣赏到峡谷的全景。另一个必游景点是北园，它提供了不同的视角，而且不那么拥挤。这一定是一次很大的冒险。你在访问期间遇到过野生动物吗？是的，我在小径上发现了一些裸鹿和松鼠。大峡谷是各种野生动物的家园，包括加州秃鹰、大角羊，甚至美洲狮，尽管它们很少见。太迷人了！大自然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如何蓬勃发展，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还有其他有趣的功能或景点吗？绝对可以。大峡谷空中步道是一个受欢迎的景点，这是一座横跨峡谷的玻璃桥，提供了惊险而独特的视角。还有直升机之旅可以鸟瞰峡谷。
这听起来既令人兴奋，又有点令人不安。我得把它们添加到我的愿望清单中。在访问之前，还有什么我应该知道的吗？保持水分并为天气做好准备很重要。温度可能相差很大，因此分层穿衣服是个好主意。当然，别忘了带上相机来捕捉令人难以置信的风景。非常感谢你分享你的经验，我等不及要参观大峡谷并亲眼目睹其美景了。第18课：高强度训练。嗨，安娜，你尝试过高强度锻炼吗？每节课我都做了大约1个小时，听起来很激烈。你好，是的，我对高强度锻炼很熟悉，它们可能具有挑战性，但非常有效。你在关注特定的节目吗？是的，我最近启动了一个包含 HIIT 高强度间歇训练练习的项目，它是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的结合。太棒了！HIIT 锻炼以其燃烧卡路里和改善心血管健康的效率而闻名。到目前为止，你是如何找到会议的？他们肯定很激烈，但之后我感到精力充沛。锻炼包括短暂的激烈运动，然后是短暂的恢复期，它让我保持警惕。这就是 HIIT 的美妙之处，它可以保持你的心率加快，即使在你完成运动后也能最大限度的消耗卡路里。你注意到你的体能水平有任何变化吗？是的，我有。我感觉耐力和力量在增强。另外，我注意到自从我开始这些锻炼以来，我的整体耐力有所改善。这真是了不起的进步。重要的是要倾听自己的身体，在增强力量的同时逐渐增加强度。你有没有在日常生活中纳入休息日？绝对可以。休息和恢复对于身体修复和重建至关重要。我通常每周休息1-2天，让我的肌肉有时间恢复。这是一种明智的方法，在强迫自己和给予身体所需的休息之间取得平衡是至关重要的。你有没有考虑过在日常活动中增加任何其他形式的运动？是的，我一直在考虑纳入一些灵活性和活动能力练习，例如瑜伽或伸展运动，以提高我的整体灵活性并防止受伤。这是个好主意。灵活性训练可以补充您的高强度锻炼，并有助于改善您的运动范围。保持全面的健身计划很重要。我完全同意。我想确保我在各个方面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顺便问一下，你有什么在高强度锻炼中保持动力的秘诀吗？当然，保持动力的一种方法是设定具体的、可实现的目标。它可能每周完成一定数量的锻炼，或达到特定的健身里程碑。此外，寻找锻炼伙伴或参加课程可以提供问责制，让锻炼变得更加愉快。这些都是很好的建议。拥有支持系统和可衡量的目标绝对可以让我保持动力。谢谢。第19课：规划完美的行程。安娜你好，
我一直在研究我们即将到来的旅行，我想我已经找到了完美的行程。我们还要分配一些时间来探索当地美食。你好，这听起来很棒。精心策划的行程可以使旅行更加愉快。我很高兴尝试当地的食物。你包括了哪些目的地？我包括参观一些历史地标，例如博物馆和古代遗址。我们还可以探索一些自然景点，例如公园和海滩。当然，我们不能错过当地的市场和小吃摊。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全面的计划。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和文化总是很有意思的。你有任何特定的地标或景点吗？是的，我重点介绍了一些必看的地标，例如古老的大教堂和著名的城堡。我们可以参加导游带领的游览，进一步了解他们的历史和意义。绝佳的选择，导游可以提供宝贵的见解，使体验更加丰富。那当地的美食呢？有什么特别的菜你想尝试吗？绝对可以。我列出了我们应该尝试的传统菜肴，比如当地的特色海鲜和当地的甜点。我还注意到一些强烈推荐的餐厅，以提供真实的用餐体验。听起来很好吃。品尝当地菜肴是探索新地方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让自己沉浸在当地文化中的好方法。别忘了试试街头小吃。哦，当然，街头小吃通常是隐藏的宝石，口味独特。我一定要在行程中留出一些时间来探索街头美食。完美。分配一些空闲时间进行自发的冒险或放松也是个好主意。在计划活动和灵活性之间取得平衡很重要。我完全同意，留出一定的灵活空间，使我们能够发现意想不到的宝石，或者干脆放松身心，享受周围的环境。这都是旅行体验的一部分。绝对可以。旅行不仅是要欣赏风景，还要拥抱氛围，让自己沉浸在目的地中。你还有其他规划完美行程的技巧吗？一个建议是优先考虑必看的景点，并围绕这些景点进行规划。另外，要考虑不同地点的距离，以最大限度的减少旅行时间。别忘了查看开放时间和任何必要的预订。这些都是很棒的技巧。充分利用我们的时间并确保顺畅的旅行体验非常重要。我很期待这次旅行。我也是，这将是一次了不起的冒险。让我们敲定行程，为一段难忘的旅程做好准备。第20课，观点和旅行经历。嗨，安娜，我忍不住注意到了你最近的旅行照片，风景看起来很棒。这是一种看待它的方式。尽管遇到了麻烦，但您是否喜欢接下来的旅程？你好，谢谢。是的，尽管出现了小故障，但整个行程还是很棒的。风景令人叹为观止，一路上我有一些不可思议的经历。听到这真是太棒了。往往是那些意想不到的时刻让旅行令人难忘。你能分享一下旅程中的一些亮点吗？
绝对可以。亮点之一是徒步登上一座美丽的山峰，从山顶上目睹令人惊叹的日出，景色绝对令人叹为观止。哇，这听起来像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大自然有一种以其美丽吸引我们的方式。你在徒步旅行中遇到任何挑战吗？是的，一路上遇到了一些挑战。这条小径陡峭多岩时，天气开始出人意料地发生变化。但是，在决心和徒步旅行者的帮助下，我们成功登上了山顶。克服挑战可以使体验更加有意义。看到你如何接受困难并登上山顶，真是令人鼓舞。你在旅途中遇到了有趣的人吗？是的，我有机会认识了一些来自世界各地的迷人人物，我们分享了故事，交流了旅行小贴士，建立了我会珍惜的人际关系。这就是旅行的美妙之处，可以与来自不同背景和文化的人们建立联系。它开阔了我们的视野，丰富了我们的经验。你尝试过当地美食吗？绝对可以。品尝当地美食是我最喜欢的旅行部分之一。我沉迷于传统菜肴，例如街头小吃、正宗的当地美食，甚至上了烹饪课来学习如何准备当地菜肴。听起来太神奇了！探索当地美食是让自己沉浸在目的地文化和风味中的绝佳方式。你有最喜欢的菜吗？哦，当然，我发现了这道味道浓郁的不可思议的海鲜菜肴。新鲜的海鲜，芳香的香料和当地的烹饪技术相结合，使其真正出类拔萃。听起来绝对好吃，我刚听说就饿了。你有休息时间放松身心并沉浸在当地的氛围中吗？是的，我一定要有一些休息时间来放松身心，享受周围的环境。我漫步在充满活力的市场中，参观了宁静的公园，甚至找到了一个舒适的咖啡馆，在那里我可以坐下来看人。这听起来像是放松身心和吸收当地氛围的完美方式。有时候，花点时间放慢脚步，观察一个地方的日常生活，就像参观热门景点一样有意义。绝对可以。正是这些小时刻，让我们能够真正与一个地方及其人建立联系。尽管出现了小问题，但正如你之前提到的那样，我很感激整体体验。这是一种很好的心态。重要的是要专注于积极方面，从旅行中遇到的任何挑战中吸取教训。我很高兴你享受了接下来的旅程。谢谢，这是一段充满美好回忆和教训的旅程。我等不及下一次冒险了。我为你感到兴奋，听起来你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未来还有更多令人难以置信的旅行体验。第21课，掌握公开演讲。嗨安娜，你曾经在公共场合表演过吗？别担心，这可能会让某些人感到困惑。你好，是的，我有过几次在观众面前表演或演讲的经历，这肯定会让人不安，但是通过练习，它会变得更加舒适。确实如此，公开演讲可能令人生畏，但这是一项必备技能。
你发现哪些技巧有助于克服紧张情绪？对我有用的一种技巧是充分的准备。我一定要多次练习自己的演讲或表演，这样可以增强我的信心，并让我感觉更有控制力。准备确实是关键。由内而外了解您的材料，可以让您更加专注于传达信息，并与受众建立联系。你在公开演讲时遇到过任何具体的挑战吗？我遇到的一个挑战是管理舞台恐惧症。在上台之前感到焦虑是很自然的，但我已经学会了将这种能量转化为兴奋，并用它来提高我的表现。这是个好方法。与其对抗紧张情绪，不如拥抱紧张情绪并积极引导紧张情绪，可以帮助你呈现更具活力、更具吸引力的演示文稿。你有没有遇到任何在演讲中吸引听众的小贴士？绝对可以。一个技巧是从一开始就与观众建立联系。你可以从一个相关的故事或一个有趣的事实开始，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让他们感到参与其中。从一开始就吸引观众至关重要，它为演讲的其余部分定下了基调，并有助于与听众建立融洽的关系。在公开场合讲话时，你有没有遇到过意想不到的情况？是的，在我的演讲中，有几次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在那些时刻，重要的是要保持冷静，站起来思考，适应情况，同时保持镇定。适应意外情况是一项宝贵的技能，它显示了你快速思考和优雅的应对挑战的能力。你收到过任何关于你的公开演讲技巧的反馈或建设性的批评吗？是的，反馈对增长至关重要。我收到了关于我的节奏和肢体语言的建设性批评，它有助于改进我的演讲内容，使我的演示更具吸引力。反馈为改进提供了宝贵的见解。你愿意学习和提高自己的技能真是太好了。你曾经参加过任何公开演讲研讨会或课程吗？是的，我参加了几场以公开演讲和演讲技巧为重点的研讨会，他们提供了实用的提示和技巧，以提高我的交付能力并与观众建立联系。太棒了！参加研讨会和课程可以提供结构化的学习，并帮助您获得有关公开演讲的新视角。对于想要提高公开演讲技巧的人，你有什么建议吗？我的建议是从小处着手，逐步挑战自己。练习在朋友面前说话或加入当地的演讲俱乐部，以获得更多信心。别忘了拥抱学习过程，庆祝学习过程中的每一次进步。这是很好的建议。在公开演讲中建立信心是一段旅程，采取小步骤并庆祝进展是关键。感谢您分享您的见解和经验。不客气，我希望它对你有所帮助。公开演讲可能令人望而生畏，但是通过练习和正确的心态，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自信而有效的演讲者。绝对可以。公开演讲是一种可以打开大门并建立有影响力的联系的技能。这是为了拥抱舞台，用我们的话激励他人。